上午的2支岸潜顺利结束了，还在潜水热练习的我们不畏辛苦的准备一天下志支。下午的2支是船潜，不必背着沉重的装备走到潮间带穿脱蛙鞋，想必会轻松很多。这是我们第一次fun dive船潜，让人紧张又兴奋。没想到，现在是12点50分，然后1点要准备去港口，然后迎来我们第一次的船潜。然后我们之前一直以为 OW 不能船潜，后来才发现 OW 其实是有深度限制。如果去国外的话，大部分都是船潜。不知道船潜可不可以看到更多好厉害的地方。希望我等一下跨步入水，不要这边站半小时，应该被人家踢下去。应该可以克服性。没有啊，上比较高啊，这次的那个比较难一点。所以你想要做什么？没有，原船潜应该轻松很多。船潜应该轻松很多，不要太紧张。我们性感的胖胖露一个小肚肚，然后说他没有拉链，明明就自己拉不起来。真的没有拉链，自己看。有拉链你也拉不起来啊？应该不行。我左边就可以了。左边比真笑哎。胖胖在原本的潜水服中套上了潜水背心，用来抵御跨年潜水的寒冷。在准备完装备后，我们就上船准备出发了。准备要破风出发。第一次风潜，第一次放在船潜。啊？第一次放在船潜。哦，对哦，我们体验潜水就船潜哦。对啊，我们体验潜水。等下跨步入海这边，希望不要造成别人困扰，不要第一次下去瞬间下去，不要卡在上面。出发了！看这个好紧张。飘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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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下顺利一点。在考潜水证照的时候，跨步入海一直是我害怕的项目，不只会在岸上站了10几分钟不敢跳下去，也常常跳下去后因为面镜被冲掉或者入水而失败。所以这次船潜我一直担心跨步入海会不会再次出问题。希望等下下去可以顺利。收了6万手，对，5万手物的所有装备。有人骑车去。这次的跨步入海还算顺利，幸好教练有提醒要咬着2级头，不然下水的时候很容易被呛到而不舒服。下潜以后，正当我以为很顺利，在绑GoPro上滤镜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离海底越来越远，潜水表也跳出了警示声。我一直告诉自己放轻松，控制呼吸，不要紧张。可是看着其他潜水员离自己越来越远，真的压力超大。关掉GoPro，慢慢整理好心情，偷偷地利用一点溪水，就可以再次下潜。海底的珊瑚依旧，蔚蓝的海洋也持续的与呼吸交错着，可我的心情却放松不了。看着胖胖自在的拿着手机拍着，享受着我们爱着大海，觉得自己有点弱。正在努力的排解心情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视线再度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模糊。不要紧张，把痛气鼓干，又飘上去。这次教练捡了一颗石头放入我的浮力背心中，把我拉回了海底。而我自责的在水里如行尸走肉般，想着自己到底是哪里没有准备好，怎么那么的不稳定。再怎么美丽的珊瑚也如流水般从眼前流过。就这样结束了下午的第1次潜水。一直飘上去啊，浮在上面，看着人波可能很紧张，肌肉会变痛一点，然后密度就会比较高，那应该更容易沉了。算了，一直浮上了，难过。尽量。要不要下一次加油？6切 BCD。要不要下一次加油？下一站据说浪很大，希望不要紧张，顺利下潜。
还没从刚刚的情绪走出来，突然热烈的声音打断了我。终于啊！在欢呼声下，我们赶紧下潜。第二只的下潜比较顺利，可一下水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备用的二级头开始漏气，将它跟主要的二级头互换，希望可以缓解这个问题。而我继续行尸走肉。呼吸的声音变了，在石头的帮助下，也终于可以比较稳定的待在海里。海浪的推送慢慢的洗去沮丧的心情，海水的拥抱也带来一点幸福无奈的滋味。珊瑚和鱼群们也开始慢慢的流眼泪。虽然沮丧，想要逃避，但是看着眼前的风景，这舒适的感受，我努力的告诉自己，不可以就这样放弃，休息一下，再加油吧。记得我跟一位朋友提起我在学潜水时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：你知道 Will 吗？尽管在上浮警示声响起的时候，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紧张，把气阻干净；不要紧张，把气阻干净。而回头看影片才发现，一直坚持把气阻干，反而触发了呼吸反应，挤出了大吸的一口气，又紧张的把气阻干，一直周而复始。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水中的所有状况，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情，面对所有的意外，才是潜水员最该训练的素养。在今天的4支潜水结束后，我们在饭店整理了第一次外地放贷的心得。我是小米，我是阿昌。这次跨年连假，我们来到了垦丁潜水，完成我们考完证照后的第一次放贷。对啊，一天就潜4支，然后2支岸潜，2支船潜。我可以先不要讲船潜，船潜讲到就令人难过。为什么那很难过？他就一直不小心飘上来啊。可是岸潜不小心跳上去啊。岸潜到一直不小心飘上去，岸潜是被你推上去的好吗？不要在那边讲，爱找借口。就是被你推上去了，然后船潜就在上面，然后就看着大家在下面，觉得很紧张，觉得很烦。然后我气居然下不去，然后放弃，还下不去，就是太紧张了。都已经准备要放弃潜水了。真的假的？然后后来在下面沉好一点，就比较平静一点了，就慢慢的看着那个珊瑚礁啊，慢慢的那滑，很多鱼。可是就要好一点点了。可是说实在的，垦丁的潜水真的比绿岛能见度差很多绿岛真的很轻。绿岛很漂亮，因为据说是有洋流到面积，对，所以就是脏东西都会带走，是这样吗？应该是吧，就比较负离子这些带走，就比较少悬浮粒子，然后在垦丁其实到处都是悬浮粒子。然后这次虽然垦丁跨年潜水，我们本来以为冬天潜水的人会很少，结果还是很多。夏天应该更多，超吓死了。对啊，所以那个一堆潜水员过去之后，其实那个扬沙其实还蛮丰富的。哦，对啊，一大堆小颗粒在那边飞来飞去，看影片就知道了。对啊，并且这次看到的生物好像比较少。绿岛看到生物比较多，绿岛还看到很多绿岛海蛞啊，对，海蛞鱼啊，我这次好像只有我自己找到1只还2只海蛞鱼，然后其他都没有看到。然后我们之前那个教练，是超厉害的，找超多的。这是什么？海龟啊，这个厉害，海龟很厉害。不过这边蛮厉害，这边好像看到海龟2次嘛，3次吧，3次，有一只不是我没看到吗？好像是第一只下去就有看到嘛，大只，然后不怕人，对，然后第2只小山椒湾，川姐有看到1只吧，有一只游很远的，我没有看到，淡淡的，很浅，很远，因为能见度不好，就看到一个影子。因为我们讲到船流，我差一点就看到那个了，芒草，风筝。风筝是什么？看到啦，我们在水上看到了。我们从上面看下去就不是风筝了。它的特色就是我们在海里，然后这样看到从那边飞过去，就像风筝一样一个长长的尾巴。所以风筝是什么？芒嘎，红的。鬼蝠哦。第1次专潜还有在水上集合一下，第2次专潜是直接下去。水下集合，还蛮恐怖的。
很恐怖吗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下去还蛮恐怖啊，因为下去如果你 PCT 充气，你在上面还可以再休息一下，就是做好 CP 准备再下去。可是你从船上跳下去直接下去，你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。真的不知道怎么直接下去，就是你下去，就算你 PCT 没有充气，你还是浮在上面啊。不过你就是下去，它就会沉下去嘛，然后你开始吐气，因为PCT 没有充气，所以你就不会再往上。好吧，我觉得不可以作弊，我之前都是用踢的。下潜会偷踢一下，应该要好好的练一下呼吸，不然卡在上面就很烦。总之，这是我们跨年之旅的第3天，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潜水的行程。我觉得其实只有排1天啦，然后时间没那么充裕。我们这次下来好几天，然后就只有拍潜水跟明天一个神秘的活动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